我来自马来西亚，来自江苏、山东、广西。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遥远的东北大地上，一座特别的城市巍然矗立，带着历史的风霜走向今朝，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互联网的浪潮中制造出连锁反应，掀起热潮。这个城市就是哈尔滨。它有太多的别称，从远东第一城到东方莫斯科，历经风霜雨雪，不改赤诚本色。实际上，这座城市背后的故事远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复杂许多。提起哈尔滨，共和国长子这5个字跃入脑海，瞬间勾勒出一个宽厚可靠的形象。然而，许多人有所不知，在成为共和国长子前，哈尔滨也有着很长一段青葱岁月。千年前，这里曾诞生了黑龙江地区的最早的古文明，但受地理条件限制，寒冷的气候与遥远的路途，令哈尔滨始终与权力中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明朝迁都后，权力中心再次由南方转向北方。后来满人入关，建立清朝，爱新觉罗家族对东北地区有着特殊的情结，哈尔滨迎来了发展的契机。伴随着垦荒政策的推行，这片古老的土地有了新的人气。大批满汉百姓背起行囊，顶着风雪远赴哈尔滨，他们在这里建立村落，发展贸易，繁衍生息。随着人口的暴增，颇具规模的城市慢慢出现，为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。然而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工业文明的号角已经吹响。与此同时，清王朝气数将尽，在2次鸦片战争后，逐渐被时代抛弃。强敌当前，清王朝却无力抵抗，只能割地求荣，签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。而这些条约里有一份格外扎眼，那便是《瑷珲条约》。条约的另一个签订方是彼时尚未完全衰落的沙俄。从条约落笔签订的那一刻起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，哈尔滨的巨变即将拉开帷幕。这是落后的耻辱，却也是现代化的起点。《瑷珲条约》规定，将黑龙江以北的大片土地割让给沙俄，总面积超过60万平方公里。与此同时，沙俄强行占领海参崴，并且给它重新起了一个名字——弗拉迪沃斯托克。在俄文里，它的意思十分明确，那便是控制东方。短短4个字，如同咒语一般落在了东北大地之上。《瑷珲条约》的签订不仅是割地赔款这么简单，它意味着在清朝羸弱衰微之时，俄国的势力正以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缓缓渗透东北。然而，俄国人的野心远不止于此。很快，他们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，正是这个决定彻底改写了哈尔滨的命运。俄国人的决定相当简单，用一句话概括，那便是修建一条铁路贯穿东北。毫无疑问，俄国人心思不正，这条铁路势必会成为俄国人控制东北最好的工具。实际上，早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，俄国便蠢蠢欲动，试图控制远东地区。可悲的是，尽管将俄国的阴谋看得一清二楚，可清政府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。对清政府来说，现代化是一道残酷的单选题，要么生，要么死，没有任何折中。无奈之下，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，决定修建铁路连接东北各地。为此，两国共同成立了一家公司，名为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。这条铁路也被顺理成章地命名为中东铁路。有了建造铁路的计划，下一步便是在辽阔的东北大地上选出一个最核心的城市，让它成为铁路的枢纽。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，俄国人将目光投向了哈尔滨。哈尔滨之所以会受到青睐，主要有3点原因：一来，哈尔滨位于松嫩平原之上，地形相对平坦，建造铁路的难度较小；另外，哈尔滨距离嫩江有一段距离，能够有效避开嫩江的泛滥期，不影响建造进度。二来，松花江也是俄国人选择哈尔滨的重要原因。松花江就在哈尔滨的家门口，航运极为便利，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建造成本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哈尔滨离北京够远，这也是沙俄惺惺作态的诚意，似乎想利用铁路选址告知清政府，俄国并没有干涉中央政权的野心。而清政府也认可了这一点。对清政府来说，哈尔滨是东北边疆小城，重要程度有限，不会耗费大力气进行管束。清政府的态度正中俄国下怀，哈尔滨就是俄国选定的落脚点。按照计划，俄国将由此出发蚕食东北。中东铁路的建设堪称速度奇迹。1901年，条约签订，铁路动工，俄国动用了最强大的工程力量，全面支持中东铁路的建设。与此同时，大批俄国人涌入哈尔滨，既有普通百姓，又有无家可归的流亡者，甚至还有上层的军官与商人。纵然10月革命爆发，沙俄统治终结，也依旧未能阻拦俄国人进入哈尔滨的脚步。甚至因为革命的冲突，反倒令越来越多俄国人涌入哈尔滨，从方方面面彻底改变了哈尔滨的工业、建筑、经济与饮食。
一个潮流而洋气的城市逐渐萌芽生长，在东北拔地而起，成为了冰雪世界里一抹独特的风景。哈尔滨的辉煌揭开序幕。20世纪20年代，瞿秋白曾前往哈尔滨，看着街道上形形色色的俄式建筑，他不禁想起了哈尔滨的别名，那便是东方莫斯科。一方面，这是对殖民烙印的叹息，当时俄国人在哈尔滨生活就如同回到了家中；但另一方面，这也是对哈尔滨发展程度的赞叹。哈尔滨的街道上充斥着大量与铁路有关的建筑，还有面粉厂、卷烟厂、啤酒厂等，甚至还有果戈里大街。许多国家的领事馆也在此落地生根，哈尔滨焕然一新，成为了拥有成熟工业与商业体系的新城市。远东第一城是哈尔滨当之无愧的名号。然而，这还远远没有结束。多年后，哈尔滨又一次迎来了发展高峰，蜕变为真正的共和国长子。对于哈尔滨来说，成为东方莫斯科是一件令人心情复杂的事。在近代中国面临的大环境下，哈尔滨的成长毫无疑问是被动的。本质上，那条改变哈尔滨命运的中东铁路因侵略的需求而诞生，远东第一城的荣光始终笼罩在那个真正莫斯科的阴霾之下。好在阴霾终将散去，殖民者的历史总有终结的那天。二战后，国际局势洗牌，侵略者逐渐退出，哈尔滨获得了新生命，为共和国的诞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解放战争期间，哈尔滨是我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，早在1946年4月便焕然新生。在往后的战役里，哈尔滨是中共最坚实的大后方，甚至新中国成立后，一度有人提议将哈尔滨设为首都，可见其重要性。而哈尔滨真正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是在50年代，而这一切又与苏联息息相关。沙俄与苏联在哈尔滨的发展历程里留下了不可忽略的痕迹，然而两者带给哈尔滨的东西又不尽相同。沙俄控制时期只是想建造一个复刻俄国的交通枢纽，令哈尔滨成为掌控东北的棋子，并且要给远道而来的俄国人提供服务，因此消费城市是哈尔滨曾经的定位。哈尔滨不仅是东方莫斯科，也曾是东方小巴黎，这意味着商业的繁荣才是那一时期的主旋律。而苏联的目标则是推新中国一把，将哈尔滨打造为新兴的工业城市。苏联并非慈善家，这么做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考量。彼时美苏两极对峙，冷战局势愈演愈烈，苏联急于寻找帮手，便看中了哈尔滨。于是在15计划期间，哈尔滨成为了我国重点建设的城市之一。苏联在这时尤为慷慨，提供了多项援助，从电机厂到机器厂，再到轴承、电表仪器等，可谓是无所不包。哈尔滨抓住了机会，机器轰鸣，工业城市的桂冠落在了哈尔滨头上。共和国的长子名不虚传，帮助整个国家完成了工业上的布局，为全国的工业腾飞奠定基础。尽管后来由于苏联单方面的毁约，哈尔滨的工业发展曾一度遭受了巨大的打击，但是哈尔滨最终还是熬过了这道坎，继续踏上了发展的征途，用老工业区的独特魅力谱写着全新的篇章。一路走来，往事随风雪消散，最初的塞外风光到东方莫斯科的崛起，乃至共和国长子的荣光，远东第一城的殊荣永远属于哈尔滨。哈尔滨一直在变化，又或者它的底色历经岁月漫漫，从未改变。